是飞段最后的绝唱，撕咬流最严厉的父亲，用着最粉的头像发出最阳光的声音。他就是浮游人间体，村子里最神秘的男人，鬼剑万火影。大卫老师长得有点像浮游啊。有点像那个查理九世里面的浮游。作为村子里的老牌主播，鬼剑也是火影招生办主任之一了。凭借邪神嗓音和欧美打法，吸引了不少观众入坑火手，并加入飞段这个大家庭。视频中的鬼剑充满疯批二字，但早期的他也只是一个不敢本人配音的腼腆浮游罢了。鬼剑网名鬼剑。2004年10月24日，鬼剑在广东魔丸降世，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个魔丸会成长为一个邪神。2019年，鬼剑在同学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火手玩家，不过不是新玩家，因为游戏刚开服的时候他就下载了。不过当时忍者太少，技能也不花哨，很快就卸载了。看似入坑晚，实则当时的鬼剑才15岁，正处于反应力的巅峰年龄段，很快成为大手子之一。2020年，鬼剑开始发布自己的操作视频，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问题，在村子里想成为一个名人，光靠技术是不够的，就算他打出再精彩的操作，也没什么人看。那时连200粉丝都是一种奢求。鬼剑悟了，可以不火，但不能没活。龙场悟道后，他搞了个变声器，用女生做野原林的教学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剑，林的生日过了，所以我来补偿一下哈。鬼剑还解释自己是为了让观众更有代入感，所以才不用原声的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想水姐肯定是举双手认同。这什么伤害啊？咦，刚刚是什么声音？没错的话，听听那里你们已经下雨了吧？那是我飞往全国各地时释放的水分子，你们只需跑到外面干开水，就能喝到琼浆一液。野原林的教学结束后，腼腆的鬼剑还是没有启用自己的原声，反而化身哲学大师。Don't touch me. Oh yeah. 听人家说以前的鬼剑非常哲学，还以为是做火影的教学内容呢，没想到是这个哲学。这下就知道鬼剑名字里的万是什么意思了吧？靠着哲学对局视频，鬼剑也是好起来了，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。但要说真正的命运转折点，还得从2022年说起。这一年，成年的鬼剑彻底解除邪神封印，完全体的他开始以自己的声音进行创作，同时选出了自己的命定忍者白毛萝莉飞段。妈的，我这点事。很难想象长得像浮游的鬼剑能发出这样狂野的声音。幸好这火影不能开麦，要是被对面听见，还以为飞段从土里爬出来打火影了。从此他就变成全村最爱飞段的男人，化身最不沾节奏之人。哪怕村子里吵翻天了，你鬼剑叔叔依旧在捣鼓自己的飞段。鬼剑不沾节奏，主要是真怕。鬼剑性格确实内向，甚至是有些孤僻了，每天打打火影，看点动漫，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些粉毛，就能构成他生活的全部了。平常也基本不跟其他主播联动，村里有节奏就偷偷吃瓜，从不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唯独有一次，咱们的鬼剑老师看到骂钱，虽然没搞清楚情况，但看说的太脏了，勇敢的站了出来劝架，结果被顺带着骂。不是哥们儿，我搜火影最好欺负的主播，怎么搜到鬼剑了？鬼剑被骂后委屈了6分钟后，又去决斗场捣鼓他那飞段，半夜睡不着，越想越气，又抱着波奇酱的抱枕哭了半宿。第二天睡醒继续捣鼓飞段了。这件事之后，鬼剑更加坚定了，坚定的成为最怕节奏之人。平常不露脸就算了，村里有什么线下活动也不参加。要不是大比老师说鬼剑长得像浮游，我还以为他长得像恶灵飞段那样。这样说起来的话，鬼剑也算是个纯小子了，外面的一切喧嚣与他无关，只要有飞段和波奇酱就够了，纯度拉满了。像他这样纯度拉满的，村子里还有一位，那就是被誉为纯老子的药老恩师木叶的秋。除了几年前发过一次自拍外，恩师也是不露脸，不沾染任何节奏。就算火影圈翻天了，鬼剑依然在捣鼓那个破飞段，恩师也依然在捣鼓那个破3代。月初冲段位的时候，这两个最无节奏之人还撞车了一把，结果就是恩师棋差一着，最终还是输给了飞段人助力。要说鬼剑有多怕节奏，这场排位赛打完果断拒绝再战，结果直播间里还是起了一些风波。鬼剑见状当场就下播了，还真就那个绝无节奏之人，哪天你鬼剑叔叔要是退网了，都得过一阵子才会被发现。另外我看这恩师跟鬼剑也是苦命鸳鸯了，最近村子里刮起了一波名叫大童年时代的风，大主播都发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，结果你恩师叔叔和鬼剑叔叔俩人都没有小时候的照片。不过我说白了，我白说了，按照这俩人的性格，就算有照片也大概率不想参与这波大童年时代，问就是怕有节奏。